真的无敌紧哎、你的头皮。它的耳朵这边有一个很像割痕在这里，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。香港人的压力普遍来自于哪里？因为香港人要求很高，前面前胸的这个地方，它是有焦黑纱，那这边是从咽喉下来，所以它会跟讲话有关，然后前面又是给别人看，它又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，所以都会积在哪里？积在肚子。这边有折痕有线，下面整个是很胀，而且是偏硬。我们会讲说这叫做压力高张型的肚子，压力很大。我前面这边就好了，接下来的肚子，它根本完全没办法回答任何问题，因为它的这边很痛，这里超痛。怎样？你要转去哪？接下来刮前面啦，脖子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肿胀。等一下可能刮完之后看这边会不会比较消一点，这边很整个好像耳朵吸住，那个跟头皮有关，所以等一下头皮我会整个刮哦。来侧边，好，那我要开始喽。这是来香港，我觉得香港的东西。我觉得那个烧腊的部分很好吃，有然后香港的煲汤，你们的汤怎么样都很好喝这香港人还蛮爱喝的。对，我觉得香港煲汤其实是很厉害，就是那种随便煮个汤都非常的厉害，真的就不同风味啦，不同风味，然后真的还不错，这很痛哦，这也超痛，真的很痛哎。对，觉得香港人的压力普遍来自于哪里？还是工作繁忙的同事啦，因为香港人要求很高，还是说你们的竞争性会比较强？对啊，也是。我自己从那个学员身上，我会觉得好像父母亲的期待好像对，这期待还蛮强的。对，家里可能很多都是只有一个孩子嘛。对，然后期待就很高。因为香港的空间真的很小。对啊。你说你家其实是比现在租屋的地方还要小，可是那个时候住了大概4个人吧。4个人。对。那你们有自己的房间吗？有，但是会比较小一点这样。10几坪，你们会切割到几个房间？4到5的房间。但是平常如果是一家可能只有3个人、4个人的话，大概就2个房间吧。2房会比较舒服。对，这边大概是2房。好，在旁边。好，我要刮脖子哦。好啊。这样你等下上班就会被发现你刮。可以啊，但是很痛啊。等等一下哦，像刚刚头皮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刮一下。然后我推下来再刮，自己再刮这样嘛。我觉得你可以先用柔砂油。好哦。出来了，这边脖子旁边全部都是沙，但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是，就一刮就出来，就是不会太久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你还好？好啊，可以。这边很痛哦，很痛啊。对，这边很痛。然后感谢你让我们来你家拍摄。这个不要学哦，这边是我们颈动脉附近，上过课会比较好。那它这边其实非常的紧绷，耳朵这边也是很痛。好痛哦。对，你平常耳朵不会觉得很紧吗？可能习惯了，不会有那种闷闷的听不太到声音的感觉。有听到还蛮清楚的啊，还是其实不太想听。对，这边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吧？你是一直以来都住在香港？对。那你觉得这几年香港的变化对于你来讲，你有什么样的观察？我晚上可以吃的东西变小了。哦，变少了。对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可以减肥耶。但是因为它很早就开始会关店啊，是哦。所以以前很久，其实很晚也可以吃到东西。我先换边喽。好。那我想要问，如果像我们要来这边开店的话，你自己觉得哪一区会比较好？是尖沙咀吧。哦，尖沙咀就是香港非常繁华的地方。对。最繁华的那种铜锣湾吗？铜锣湾也会啊，但是如果你在尖沙咀的话，九龙啊、新界啊、香港岛也过得去那边，比较中间交通会比较。这边比较严重哦，你自己忍耐一下。好哦。好，我觉得你先不要讲话好了。好啊。因为这个地方很痛。很痛啊。全部都黑珠，哇，这边有一点带焦黑纱。这里呢还可以吗？可以吧。好，我们来前面。这里很痛哦，这里很痛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刮的时候，它左边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刮前面的时候，我要给卫生纸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要继续刮这个地方，然后左边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是这边都有爆青筋，这边刚刚是黑珠跟焦黑纱都有出来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好像在训练重训的时候，左手好像是真的比较有受伤哎，可能左手用力会比较多吧，右手的话真的是比较有力的，所以就集中在左手去训练。这边啊，
肌肉好像有点结成一节了，好恐怖。台湾会讲气节，耳朵后面有刮一下，真的无敌紧哎，你的头皮怎么会有办法这么紧绷？你看他的耳朵这边有一个很像割痕在这里，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，但它是直接在那个褶皱上，这个耳朵非常的紧，它从头皮这边刚刚有稍微刮一下，这边有一点动作，这边其实你看它头皮这边没什么动作，在耳朵这一块没有什么滑动，这边就比较有滑动，头发比较会动，这边刚刚刮一点之后比较好，所以超痛的哦。可是你都不会头痛吗？没有哎，幸好这边有一条线整个勒住，然后在它附近有黑朱砂在这里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颞颌关节的地方，很难消。我帮你涂舒压油好了，因为它再过几个小时它又要上班，所以我不敢用舒眠油。你觉得台湾人跟香港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台湾人讲话很客气耶，因为香港人讲话很直接。你问香港人要不要吃的，香港人会讲我不要这样子。哦，那台湾的可能没有，就没有关系，谢谢。对对对。对，我可能会说没有关系，谢谢。我想一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没了。对，没有后续。对对对。那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烦吗？其实我就觉得还好，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可以讲清楚一点嘛，要不要不要就不要。对，但是其实台湾人也是有分，会明确讲出来的，然后也会有很婉转的。对，不要婉转。好，这边再忍耐一下哦，这边出来了，这边整个头旁边全部都红的，好了，然后再往上。那我刚刚有提到，就尖沙咀跟铜锣湾都是比较多人的地方。对啊，大部分香港人都住哪里啊？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，就像是观塘那边就人超多。哦，那边也是人超多，为什么？来旁边。因为那边是旧区吧。那如果你推荐，你会觉得我们 MGA 开在哪里比较好？尖沙咀吧。啊，佐敦呢？佐敦在尖沙咀上一站。如果你想要开价比较高一点的话，就可能尖沙咀会好很多。尖沙咀跟铜锣湾，它是比较像信义区，中环比较像。中环是他们的商业，对，很多写字楼。我后来知道写字楼就是办公室的那种商业大楼。然后因为铜锣湾其实也是在中环附近，他们是同一条线。然后尖沙咀的话是红色的线。好，我现在要刮前胸，因为你这个地方凹下去，这边很痛哦。有很痛。对，这边非常的痛。这边走一个焦黑纱的概念，这边蛮严重的哦。这也很痛哦，焦黑纱。好，来再一次。这边刮起来应该有点想哭的感觉，还好吗？好，这个我有点 surprise 到。通常我们会说前面是给别人看的，后面是给自己看的。所以你在后面的部分，而且你又刻意的挺胸，所以变成说虽然很 nice， 人很 friendly， 但是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盯出某一种样子去应对大家。然后这一件事情，其实从前面的沙图来看，与人讲话的时候。尤其是跟朋友，其实是蛮小心的。有时候吧，就是我其实也不自觉啦，就是可能说，我这样讲话，会不会伤到他？对，但是我想很多才讲。对，因为你看他的前胸的这个地方，它是有焦黑纱。那这边是从咽喉下来，所以它会跟讲话有关，然后前面又是给别人看的，所以就是在对外的时候其实比较伤。内就是背部，那它背部是比较没有放松，但那个跟工作节奏有关。它的胸椎其实还好，所以对内其实没有到那么内耗。可是对外的时候，在如何跟别人的应对进退这件事情，反而消耗了你非常多的能量。对啊，而且会在左边，因为左边是心脏的反射，那心主喜，所以我们说如果心脏比较不好的人，他就会比较容易开心不起来。所以在左边的部分，有的时候因为想的比较多，虽然你跟人都很好，可是感觉起来还是偏向自己一个人比较舒服。对，这大概是目前的沙图的资讯。好，然后前面这边焦黑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，所以都会积在哪里？积在肚子。所以为什么他有在练？吃可能有减少，但是肚子还是大，因为全部都积在肚子了。他这边是凹下去的，然后他这边有折痕有线，下面整个是很胀，而且是偏硬的。我们会讲说这叫做压力高张型的肚子，压力很大。就有的人知道他也没吃什么，然后也有在运动，也有在大便，但是他的肚子就是很大。其实那都是因为压力的关系，所以会让它消化不良，就空气它会在里面发酵嘛，所以肚皮就会很胀。我说等一下一起刮，然后很痛，你加油。我先涂油，来手放开，它这一块也非常非常的紧绷，因为可能有在重训啊或扛重物啊等等的。来后背，后背这里很痛，胸部旁边很痛，这边非常痛。
好，在这里，好，这边这样就好，我前面这边就好了。接下来的肚子，他根本完全没办法回答任何问题，因为他的这边很痛，这里超痛。怎样？你不要转去哪？刚刚有试着让他刮到皮肤，就是刚开始很红，这样就好。我不让他出痧，因为皮肤红就有血流在跑啊。你记得自己再用柔砂油，这边应该会比那边好。但是还是都对，还是很痛。他右边胸部下方其实是比较紧，这边松一点，松一点，这个地方会比较痛。这个。然后通常呢，一样出痧瞬间最痛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让他出痧，所以我让他皮肤红就好了。这边应该也比刚刚好啦。有啦，但是很痒啊。他的左边在下半部还好，他左边肩膀比较不好。然后换这里，肚子，加油，快好了，不要让你整个，等下可以好好大便。这个我有重一点点。接下来换最后的胸口，这里很痛，因为他这边是凹下去，这边很痛，然后有点残忍。这边会有点酸的感觉，这边是这样一整条上去的。因为你吃饭太快了，所以还是要注意会不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。好啦，我已经大功告成了，辛苦你啦，乔迪。谢谢老师，恭喜！谢谢老师，你存活下来了。对，我还没死掉。而且你家的猫好淡定，对他们都没有在理我啊。都完全。对啊。那你现在这样刮完之后，身体的感觉如何？现在很放松，我觉得是比较有精神。而且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碰面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黑眼圈非常的重，然后这次其实黑眼圈就比较淡，而且淡蛮多的。见到他的时候觉得，哎呦，特别帅气啊！谢谢老师，气色变得你看台湾之后这么会讲话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学刮痧，然后也可以帮自己刮。那你这样刮完之后，后面很放松，那前面其他部分，你觉得呼吸的状况呢？没有很明显的感觉，但是现在是放松的。那你这样后面是觉得比较放松，那你前侧呢，包含肚子的地方呢？我觉得现在肚子是比较软一点哦，对，有比较软。其实不用刮出痧，因为其实肚子如果刮出痧，通常风险性会比较高，因为这边有很多内脏嘛。那我们其实可以让它刮红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。可是刮红之后，其实就会让它比较软。那软了之后，我们后面其实也有去刮你的大肠啊，或肩尾椎的反射。就是希望我们大家离开之后，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自己的便便时间。好。那我想要问你，这样学完之后，你会想要推荐就是其他人来上刮痧课程吗？有我都有跟别人讲。真的是因为我坐在旁边吗？不是，才没有。香港人都直话直说。这也是啊，这也是。为什么你会推荐他们来上课？因为我就觉得是蛮好玩的，有些朋友是蛮有兴趣的，然后我都会有跟他们说啊，我推荐老师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是2025年嘛，我们今年其实收到蛮多的来讯，就是说，香港什么时候要办？可是因为我们就卡在有点不太确定，我们是要来这边直接开店，那未来是在店里面办，然后还是以什么样的模式？然后我们是要顺便招募啊，还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其实日期还没有定出来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应该也是会在11、12月的时候办我们的专业研习。那香港的话，它是一个进阶版的课程，它是2天办的，所以前2天会跟台湾一样，但是第3天会特别不一样，就是我本人呢会亲自的评估，然后跟刮一个现场的学员，让你去知道整个脉络。你觉得这个部分对于你来讲会有不一样的吸收吗，或者是不一样的 impact 吗？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医疗相关的工作，是蛮需要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们平常没有在对人，然后会怎么去 assess 一个人嘛？对，就是怎么去问问题。这个也是昨天我们有学员告诉我，他说第3天其实是他觉得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就从头到尾看我本人如何去评估，然后哪些问题是怎么去切入的，然后哪些东西其实是要抓一个标准基质的，就在基本资料的部分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来学习。那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学员，其实学完之后，他们都是希望可以在那边对新的地方去发展。对，就是至少有一个 income， 所以学刮痧不只是帮助自己刮痧，或者是帮朋友、家人去促进健康，有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一技之长。那就期待在课程当中，然后可以见到大家。香港朋友也可以来我们香港场次，可以一起刮痧，然后一起评估，可以去看看同学彼此的不一样。学完之后有机会都可以再来复训。所以我们就可以遇到 Charlie。那也希望未来 MJ 在香港落地。那如果你是香港朋友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你希望我们在哪一区开我们的店。
店会比较好。好啊。然后如果有课程的话，大家可以记得来我们香港上课哦，资讯在这边，那就期待在课程当中见到大家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